今天，中国股市遭遇了近期以来最惨烈的一次暴跌，上证指数开盘就跌了 1.79%， 一度暴跌超过 5%， 创业板指数更是跌超 7%。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很多中国股民还在往里面疯狂填钱呢。有个投资顾问说，他干这行14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疯狂的场面。国庆长假的时候，那些股民排队开户，简直跟赶集似的。有个80后小伙子，他家人把所有理财都取出来扔股市里了，结果今天一天就亏了3万多。这不是傻吗？这不是，简直是把钱往火坑里扔啊！现在中国股市就是个大赌场，没有别的。98%的散户都抱着一个心思，肯定有比我更傻的接盘。他们哪管什么基本面啊，就想着捡便宜赚快钱。结果呢，只有聪明人赚钱，傻子亏得裤子都没了。这不是在玩火吗？知道为啥今天股市这么惨吗？还不是因为昨天那个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搞砸了。本来说是要介绍国家刺激政策，结果呢，发改委副主任就知道一个劲儿地吹捧他们领导，12次提到领导的名字。你说这不是搞笑吗？这哪是在介绍政策啊，简直是在表演拍马屁啊！投资者哪能不恐慌啊？看到这种情况，谁还敢把钱往里扔？这场个人吹捧会不仅没有提振市场信心，反而引发了投资者的恐慌。有分析称，正是这场失败的新闻发布会导致了9日的股市暴跌。为挽救局面，国新办紧急宣布将于周6召开新的发布会，由财政部出面推动股市上涨。这回换财政部出马，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这个局面。但是再也跟你们说，这种小把戏骗骗外行还行，那些聪明钱可不买账。你以为换个人就能改变局面？那是自欺欺人。数据显示，市场信心崩塌8日当天，沪深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1698.15亿元，创下近期新高。其中，创业板主力资金净流出451.82亿元，沪深300主力资金净流出557.36亿元。多只龙头股遭到大规模抛售，东方财富、五粮液、长安汽车等个股主力净流出金额均超过20亿元。这些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大资金都在撤退，他们可不是傻子。其实啊，这股市就是中国政府最后的救命稻草了。房地产市场都快崩溃了，消费也萎靡不振，企业也没信心。政府就想着刺激股市，让老百姓的钱都进来接盘。但是你想啊，股市能拯救整个经济吗？那不是扯淡吗？这就像是用创可贴来治疗重伤，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有分析指出，中国政府在房市上已经没有希望，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股市上。但政府也清楚，股民也在赌政府要做多股市，这是一个危险的双向博弈。然而，仅靠股市是无法拯救整个经济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决中国目前的经济疲软问题，最重要的是改变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取向，增加消费者收入，提高消费在 GDP 中的比例。但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这种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光股市惨，人民币汇率也是一塌糊涂。昨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跌了 0.9%， 创下2023年6月以来的最差表现。你说这不吓人吗？外资都在往外跑，这就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人民币贬值，外资撤离，经济更差，人民币再贬值。这一暴跌反映出外资对某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彭博社指出，亚洲货币的普遍贬值表明，人们对世界最大的2个经济体压住的转变，对全球外汇市场造成了巨大压力。某银行外汇策略师表示，希望被提了起来，但实际行动令人失望。缺乏后续行动，对市场情绪
和对某货币敏感的货币来说，都是一个挫折。今天 A 股的暴跌不仅影响了国内投资者，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连锁反应。香港恒生指数遭受重创，跌幅一度超过 9%， 创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这场股灾甚至蔓延到了美国市场，众多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股票集体大跌。数据显示，阿里巴巴集团的美国存托凭证在盘前交易中下跌约 8%， 京东和拼多多的股价分别暴跌 10.9% 和 10.6%。新能源汽车龙头蔚来汽车更是遭遇 10.6% 的跌幅，而视频平台哔哩哔哩更是惨烈，暴跌 15.7%。这种全球范围内的抛售潮，反映出国际投资者对某国经济前景的深深忧虑。一位某国际市场的交易大厅经理表示，今天上午该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似乎没有给投资者带来任何新的刺激措施。人们担心这是否足以阻止该国出现任何形式的房地产危机。有资深市场观察家指出，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情况很可能会被写入世界各国金融专业的教科书。他认为，造成当前局面的几大要素在全球历史上从未同时出现过。这些要素包括全国经济百业萧条、海量印钞导致的现金过剩、普通投资者极度无知、投资者极度贪婪渴望暴富、政府完全掌控媒体、政府完全掌控金融机构，以及政府对普通民众福祉漠不关心。这种罕见的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当前股市的独特局面。这位观察家预测，中国股市将经历6个阶段的大起大落。他警告说，那些高息贷款炒股的人会第一个开始抛售，一旦拐点出现，心理素质极差的散户会立即意识到上当了，从而引发崩塌式的大甩卖。面对股市的剧烈动荡，中国政府显然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紧急宣布，将于本周6举行新闻发布会，由财政部部长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然而，许多专家对政府的救市能力表示怀疑。某银行的外汇策略师指出，到目前为止，某伪新闻发布会似乎没有提供有关刺激措施的细节。人们抱有希望，但结果令人失望。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也可能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多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取向，提高消费在 GDP 中的比例。但从目前的政策信号来看，这种转变还遥遥无期。股市暴跌的同时，人民币汇率也出现大幅下跌。10月8日，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幅高达 0.9%， 创下近16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表现更为惨烈，一度跌破 7.3 关口。某宏观策略师警告说，市场预期与某伟今天上午发布的讲话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强势的某国货币需要与强有力的财政刺激相结合的更高的该国利率，特别是在美元汇率回升的情况下。人民币的持续贬值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外流。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减少了764亿美元。如果贬值趋势持续，不排除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资金外逃。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多重挑战，股市动荡、汇率贬值、房地产低迷、消费疲软、外资撤离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经济困局。政府虽然在不断推出各种刺激措施，但效果似乎越来越有限。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短期刺激政策可能会加剧长期结构性问题，如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要实现真正的复苏和高质量发展，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府需要下定决心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包括推进市场化、鼓励创新、提高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等。但这些改革往往会触及既得利益，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理性和谨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盲目跟风和过度投机很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大家觉得中国的股市还有救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自己的观点。如果觉得这期内容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我们下期再见。